巴黎高定婚纱店里，我等了半年的主纱，此刻正穿在当红女星林婉清的身上。店长战战兢兢地看着坐在沙发上的霍时宴，冷汗直冒。霍时宴站起身，当着我的面亲手替林婉清整理了一下裙摆，语气很自然。他下周的红毯缺一件压轴礼服，借穿一下怎么了？你重新挑一件成衣对付一下，别在这儿闹。闪光灯下，林婉清对着镜子笑得很开心。我看着镜子里穿着便服的自己，和这里格格不入，突然觉得这场筹备了1年的婚礼很可笑。我没有发火，只是平静地摘下无名指上的订婚钻戒。霍总说的对，成衣确实不错，所以我换个愿意陪我穿成衣的新郎姐。霍时宴替林婉清整理裙摆的手顿住了，他慢慢转过身，金丝眼镜后的双眼微微眯起，带着漠然的审视。温和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他的声音带着压迫感。我说这婚我不结了。站在镜子前的林婉清突然捂着嘴笑了起来，她提着那件原本属于我的镶满碎钻的主纱，走到我面前。温和姐，你别这么小气嘛，实验哥哥只是心疼我下周的电影节没有镇住场的礼服，这件婚纱穿在我身上才能发挥最大的商业价值啊！你平时那么贤惠，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反而不懂事了呢？脱下来。实验哥哥，温和姐好凶啊，我害怕。温和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林婉清是公司的摇钱树，也是为了我们以后的家。你一个不用工作的全职太太，穿这么贵的婚纱给谁看？他理所当然的语气，让我原本抱有一丝期待的心彻底坠入冰窖。给谁看？霍时宴，这是我等了半年的量身定制，你说借就借，问过我的意见吗？问你的意见？300万是我付的钱，你身上穿的，你平时用的，哪一样不是我霍时宴给的？你现在跟我谈意见，温和，做人要懂得感恩。我看着眼前这个自负的男人，突然觉得很陌生。别以为我平时宠着你，你就能在我面前乱来。在他眼里，我只是一个依附他生存的物件。我懒得再跟他废话，转身就朝店门外走去。站住！霍时宴，你放手！温和，别不识抬举，乖乖去挑件盛装，下周的婚礼照常举行。只要你听话，等林婉清走完红毯，我包下整个海岛给你主办一场更大的。但如果你今天敢踏出这扇门，我保证整个金秋没有婚纱店敢卖给你东西。霍时宴，你真让我恶心。我说过，我没点头，你哪里也去不了。霍时宴，你这是非法拘禁，开门！拘禁？我这是在教我的未婚妻什么叫规矩。温和姐，你就别折腾了，实验哥哥也是为了你好呀。外面马上就要下大雨了，你连个车都叫不到的。停掉温和名下所有的副卡，冻结他所有的酒店 VIP 磁线，通知上京所有的车行和网约车平台，谁敢接温和的单，就是跟我霍氏作对。温和，你的骄傲一文不值。离了我，你在这座城市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。我给你2个小时的时间反省，想通了就跪在门外求我。天色很快暗了下来，刮起了大风，雨水浇透了我的全身，让我觉得很冷。我站在店外的屋檐下，掏出手机，屏幕上跳出10几条短信。原来你说的都是真的。霍时宴没有开玩笑，他在用他的权势对我进行全面的封锁，他要把我逼到走投无路，让我明白我只是他的附属品。我咬紧牙关，我不能认输。我拨通了闺蜜龚夏彤的电话，来接我，我在香榭丽大街的婚纱店外。电话那头，龚夏彤的声音带着哭腔：温和，对不起。霍时宴刚才给我爸打了电话，威胁说如果我敢去接你，明天龚家的资金链就会断裂。我爸把我锁在房间里了。温和，你快服个软吧，霍时宴他疯了。我的心沉了下去，霍时宴连我最后的退路都切断了。透过被雨水模糊的玻璃，我看到霍时宴正端着一杯红酒，他惬意地摇晃着酒杯，欣赏着我在雨中的样子。林婉清正跪在他脚边，替他捶着腿。这一幕刺痛了我的眼睛，也让我对他没了情分。我认识到不该在垃圾堆里找人，脏了的垃圾就该被扔掉。既然没人来接，那我就走回去。我转过身，一头扎进雨里。一辆黑色的迈巴赫猛地停在我面前，溅起很高的泥水。霍时宴的特助撑着一把黑伞走下来，他轻蔑地看着浑身湿透的我，将一个防尘袋直接砸在了我的脚下。透过半开的拉链，我看到里面是一件廉价的白色伴娘服，线头都没剪干净。特助冷淡看着我，语气施舍：温小姐，霍总大发慈悲，今晚林婉清小姐要走红毯，缺个提裙摆的助理。霍总说了，只要你穿上这件衣服，晚上去给林婉清小姐作陪。明天你的信用卡就会解冻，婚礼也能给你留个位置。
让我去给抢了我婚纱的人提裙摆，还要穿这种衣服，这是在羞辱我。回去告诉霍世安，让他去死。温和，你别不识抬举！他指着我的鼻子骂了起来。你以为你还是那个准霍夫人吗？你现在什么都不是，没有霍总，你连饭都吃不起。他一挥手，迈巴赫后座的门被推开，2个保镖冲下车，一左一右反剪住我的双手。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霍总吩咐了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压着你去。我被粗暴地塞进车里，车门用力关上。迈巴赫在暴雨中开得很快，直奔今晚的电影节红毯现场。温小姐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女人嘛，低个头服个软，什么都有了。非要跟霍总对着干，最后吃苦的还不是你自己。我闭上眼睛，拒绝听他的废话。半小时后，车子停在红毯后台，我被保镖强行推下车。不远处的休息室里，林婉清正穿着那件本该属于我的主纱，被记者们围着采访。霍时宴西装革履地站在他身边，眼神宠溺。看到我被压过来，霍时宴跟记者说了句抱歉，大步朝我走来。怎么搞得这么狼狈？温和，你就是太倔了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怎么舍得让你吃这种苦？我胃里一阵不舒服，躲开了他的触碰，西装外套落在地上。霍时宴的脸色阴沉下来。温和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现在，立刻去换那件衣服。等会儿林婉清上场，你就在后面给她提裙摆。如果你敢搞砸了，霍时宴，你还给我！他知道这是我过世的奶奶留给我唯一的遗物，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念想。可他还是将我的软肋变成了对准我的刀刃。去提裙摆，我就把它还给你；否则，我现在就把它砸碎。霍时宴捏着手镯的手指微微用力。我数3声，3、2、1。我还！这才怪。去吧，林婉清马上就要出场了。看着镜子里狼狈的自己，我的眼神彻底冰冷。这5年，我为了维护他的自尊，隐藏自己风投创始人的身份，甘愿待在家里做他背后的那个人。我以为我爱上的是一个有抱负的男人，原来我只是喂大了一头自私的畜生。霍时宴，我发誓，今天加在我身上的每一分屈辱，我要用他整个霍氏来偿还。我没有换上那件伴娘服，我直接将它扔进了垃圾桶。我走向红毯候场区，看到我穿着湿透的便服走出来，霍时宴的脸色很阴沉。温和，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？温和姐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没有你提裙摆，我这件主纱的效果会打折扣的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我没有理会霍时宴，转身就往出口走去。抓住他！各位记者朋友，实在抱歉。霍时宴，这个女人是我公司的一个小助理，一直对我有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今天居然跑到后台来闹事，企图破坏林婉晴小姐的红毯。来人，把这个女人给我拖出去，别脏了大家的眼。温和，这就是你不听话的下场。今晚，你就睡在大街上，好好反省吧。喂，是我。游戏结束了，撤回国内所有给霍氏的投资，切断他们的资金链。另外，沈燕慈来接我，明天我要霍时言和他的霍氏集团在上京消失。10分钟，我要霍时言拿命来填。挂断电话，我将那部黑色的手机攥在手心里，冰冷的雨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。
却浇不灭我眼里的恨意。红毯那头的喧嚣声仿佛很遥远，霍时宴和林婉清正在镁光灯下享受着他们的荣耀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第8分钟，轰！一阵巨大的引擎声盖过了雨声，10辆纯黑色的防弹及劳斯莱斯幻影强行冲破了电影节外围的安保防线，中间那辆加长版幻影的车门被拉开，一双干净的黑色皮鞋踏入了泥水中。沈燕慈撑着一把巨大的黑伞，周身散发着杀气，踏着泥泞朝我走来。看到我趴在泥水里，膝盖流血的样子，沈燕慈的瞳孔紧缩，她一向平静的眼底满是怒火。温和，她扔掉手中的黑伞，不顾地上的泥水，单膝跪倒在我身边。沈燕慈脱下带着体温的西装外套，将冻得发抖的我裹进怀里。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她低哑的嗓音里带着颤抖和自责，手指小心地擦去我脸上的泥水。我靠在她宽阔温热的胸膛上，强撑着最后一口气。沈燕慈，我的手镯在霍时宴那里，那是奶奶留给我的。沈燕慈的眼神瞬间变得很冷，我替你拿回来，顺便废了她那只手。她将我打横抱起，动作很轻柔地放进温暖的车后座。转身的瞬间，她对着身后的保镖首领冷冷地说了一个字：砸。10几个保镖直接踹开了红毯后台的玻璃大门。此时的霍时宴刚刚挽着林婉清走完红毯，正得意地回到休息室。他端着香槟，还在和特助吹嘘。温和那个女人在外面冻死了没有？去看看，要是知道错了，就让她滚进来倒酒。话音未落，砰！休息室的门连同门框一起被踹飞。霍时宴转过头，甚至来不及发出声音，沈燕慈已经瞬间逼近他的眼前。你他妈是！霍时宴的谁字还没出口，沈燕慈那缠绕着黑檀木佛珠的拳头已经砸在他的下颌骨上，咔嚓一声骨裂声响起，霍时宴整个人被砸飞出去，撞碎了背后的化妆镜，玻璃扎碎了一地。林婉清吓得尖叫起来：时宴哥哥！沈燕慈踩着满地碎玻璃，走到满脸是血的霍时宴面前，他揪住霍时宴的衣领，将他半提在空中。手镯交出来！沈燕慈的声音没有一丝起伏，却透着杀气。霍时宴被打得眼冒金星，但他骨子里的傲慢让他依然嘴硬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管我霍氏的家务事？沈燕慈冷笑一声，没有废话，他一把抓住霍时宴的右手腕，反向一折，啊！惨叫声响彻整个后台，霍时宴的右手以一种很扭曲的姿态折断，那个碧绿的翡翠手镯从他的口袋里滑落。沈燕慈稳稳接住手镯，将霍时宴扔在地上。他拿出一块手帕，仔仔细细地擦拭着手镯上的灰尘，眼神轻蔑：霍总，好好享受你最后的风光吧。明天的太阳升起时，上京再无霍氏。沈燕慈的私人庄园里，我洗去了一身的泥泞和冰冷，换上睡袍，坐在燃烧着炉火的客厅里，手腕上重新戴上了那只翡翠手镯。医生刚刚为我处理完膝盖上的伤口，退了出去。沈燕慈端着一杯热牛奶走到我身边，将牛奶塞进我手里。他顺势在我身旁坐下，将我连人带毯子一起拥入怀中。律师团队已经准备好了，沈燕慈低声说道，下巴轻轻搁在我的头顶。我捧着温热的牛奶，眼神恢复了清明。接通视频会议，沈燕慈打了个响指，对面巨大的液晶屏幕亮起，屏幕那头是严阵以待的海外风投团队和法务团队。温总，数十名西装革履的精英异口同声，神情严肃。我放下牛奶杯，坐直了身体，切断霍氏集团所有的资金输血通道，启动专利收回程序，冻结他们核心产品的生产线，同时把霍时宴这几年做假账、挪用公款的证据发给经侦大队。天亮之前，我要看到霍氏集团的股票成为废纸。我下达指令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。有些人平时没用，发作起来还会要你的命，除了切除别无他法。明白。屏幕那头传来整齐的领命声。这场屠杀在深夜悄悄拉开了帷幕。次日清晨，这是霍时宴原计划中我们要举行婚礼的日子。霍氏集团总裁办公室内，霍时宴左手打着石膏，脸肿得很高，正愤怒地摔着桌上的文件。查，给我查！昨晚那个打我的疯子到底是谁？他对着特助咆哮，我要让他死！特助战战兢兢地站在一旁，不敢出声。林婉清穿着一条红色的裙子坐在沙发上，一边补妆一边拱火。时宴哥哥，昨晚那个人肯定是温和找来的流氓，他自己没本事，就只会用这种手段来恶心你。今天可是你们原定的婚期，他肯定正躲在哪个角落里哭着等你心软呢。霍时宴闻言冷笑一声，眼神恶毒，等我心软？他做梦，他不是骨头硬吗？我倒要看看他能在外面冻几天。通知全公司的高层，今天我要给林婉清开一场庆功宴，就在原定的婚宴酒店办。我要让全上京的人都知道，温和连给林婉清提鞋都不配。就在霍时宴想着如何继续羞辱我的时候，砰！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，霍氏集团的财务总监面如死灰地冲了进来，手里举着平板电脑，浑身发抖。霍总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霍时宴不悦地皱起眉头，慌什么？死人了还是公司破产了？破产了！财务总监尖叫出声，声音都变了。你说什么胡话？霍时宴站起来，扯动了伤口，痛得咧嘴。财务总监冲到办公桌前，将平板拍在霍时宴面前。霍总，我们最大的隐形风投方昨晚半夜突然宣布撤资，50个亿的资金链断了，银行刚才已经发来提前抽贷的通知了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公司所有的核心专利就在刚刚被专利所有人强制收回了授权，生产线全面停工，供货商全都堵在楼下要债。霍时宴的大脑嗡的一声，好像被人打了一拳，他不可置信地盯着屏幕上那一路下跌的股票 K 线图。这不可能！
这绝对不可能。他用那只完好的右手划着屏幕，风投方为什么要撤资？专利所有人又是谁？我养了这群废物吗？为什么之前一点风声都没有？财务总监颤抖着点开一份电子文件，霍总，这是法务部刚刚收到的解约通知书。那位神秘的风投大佬，同时也是专利所有人。财务总监咽了一口唾沫，声音里充满了绝望。他的名字叫温和。扑通，霍时燕双腿一软，跌回老板椅上，心如死灰。温和？这不可能！霍时燕的眼睛瞪得很大，眼球上布满了红血丝。她死死盯着那份文件上“温和”2个字的电子签名，脑子一片混乱。她只是个靠我养着的女人，她每天只会窝在家里煮饭等我回来。她怎么可能是掌控霍氏命脉的资本大佬？霍时燕陷入了自我怀疑和精神崩溃之中。她引以为傲的商业帝国，她用来要挟、践踏我尊严的权势，居然全都是我施舍给她的玩具。林婉清下的口红都掉在了地上，慌乱地跑过来抓住霍时燕的手臂。时燕哥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公司破产了，那我的新戏投资怎么办？我的奢侈品代言怎么办？霍时燕听着林婉清这个时候还在关心她的资源，心里的火气达到了顶点。滚，都给我滚出去！她像一头发狂的野兽，一把将林婉清推开。林婉清摔倒在地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发疯的男人。还没等霍时燕缓过一口气，办公室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几名穿着制服的巡捕面色冷峻地走了进来。霍时燕先生，带头的警官亮出证件，声音公事公办。我们接到10名举报，并掌握了证据，你涉嫌长期做假账，挪用公款高达2亿元。同时，你的公司因涉嫌专利侵权和债务违约，即日起被法院查封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霍时燕浑身的血液好像凝固了，她看着那一副冰冷的手铐，傲慢的伪装被撕碎，只剩下恐惧。不，我没有挪用公款，我是冤枉的。她拼命后退，却被2名巡捕按住了肩膀，带走。在全公司员工的目光中，昔日高高在上的霍总被戴上手铐，狼狈地押出了大厦。在巡逻车上，霍时燕获得了最后一次拨打电话的机会，她颤抖着手拨通了那个她曾经不屑一顾的号码。嘟嘟，电话接通了。温和，温和是你吗？霍时燕对着手机哭了起来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别玩了好不行？把资金撤回来吧，公司是我们的心血啊。林婉清那个女人我已经把她赶走了，只要你放过我，我马上包下最大的酒店跟你结婚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电话那头传来我平静的声音：霍时燕，把真心喂了狗，还要怪狗不感恩，这是我的错。我停顿了一下，语气变得很冷，但现在打狗棒在我手里，你欠我的，我会让你连本带利的吐出来，在监狱里好好踩缝纫机吧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嘟嘟，电话被挂断。霍时燕听着手机里的忙音，陷入了绝望。她终于明白，她亲手弄丢了什么。整条街道被封锁，豪车很多，保镖3步1岗5步1哨，将整个酒店围了起来。霍时燕挺直了腰板，试图摆出昔日总裁的架子，大步朝大门走去。滚开，我是来找温和的。她对着门口的保镖喊道。2名保镖看了她一眼，没有任何废话，2人直接上前，一脚踹在霍时燕的膝盖上。霍时燕惨叫一声，跪倒在台阶下。没有请柬，擅闯者死。保镖的声音很冷，巨大的阶级壁垒在这一刻化作无法逾越的高墙。霍时燕的身份在这里什么都不是。霍时燕因为取保候审，暂时被放了出来，但她的所有资产都被冻结，银行卡全部停用。她走出巡捕局的大门时，天空中飘起了大雪，她身上还穿着那件单薄的西装，冻得发抖。她想打车回那个市中心顶层别墅，却发现自己连1分钱都掏不出来。她只能拖着打石膏的左手，在雪地里走了3个小时。当她终于赶到别墅大门口时，却发现大门敞开着，几个搬家工人正在往外扔东西。她亲手挑选的真皮沙发，她喜欢的红酒柜，甚至她穿过的高定西装，全都被扔在雪地里。你们干什么？谁让你们动我的东西的？霍时燕疯了一样冲上去，想要阻止工人。滚开！一个工头一把将他推倒在雪地里。工头拿出一份房产过户证明，甩在他脸上。看清楚了，这套房子的产权人一直是温和小姐，她昨晚已经把这套房子半价卖给了我们老板。温小姐特意交代了，里面凡是沾了狗味道的东西，一件不留，全部当垃圾处理掉。霍时燕趴在雪地里，看着那份房屋过户证明，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在嘲笑她的愚蠢。她一直以为自己是这栋豪宅的男主人，原来她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寄居在温和名下的人。叮咚，口袋里那部唯一没有被没收的旧手机响了一声，是她那些富二代群里发来的消息。霍时燕哆嗦，着手点开，群里正在疯传一段短视频。视频里，宝格丽酒店的顶层宴会厅被布置得非常梦幻，上万朵空运来的保加利亚玫瑰铺满全场。视频的配文是：沈燕辞大婚，新娘美若天仙，据说是某破产总裁的未婚妻。霍时燕的瞳孔放大，她死死盯着视频里那道穿着婚纱的背影，那是温和，那是她曾经唾手可得却被她亲手推开的温和。嫉妒和不甘啃食着她的心脏，她陷入了疯狂的妄想中，这一定是温和为了气我故意搞的把戏。沈燕辞那种大佬怎么可能娶她？她是在逼我去找她。
对，一定是这样。霍时宴从雪地里爬起来，不顾一切地朝宝格丽酒店的方向跑去。他跑的鞋都掉了一只，脚踩在冰雪里，早已没了知觉。当他气喘吁吁地冲到宝格丽酒店的大门口时，他被眼前的阵仗惊住了。整条街道被封锁，豪车很多，保镖3步1岗5步1哨，将整个酒店围了起来。霍时宴挺直了腰板，试图摆出昔日总裁的架子，大步朝大门走去。滚开！我是来找温和的。他对着门口的保镖喊道。2名保镖看了他一眼，没有任何废话。2人直接上前，一脚踹在霍时宴的膝盖上。霍时宴惨叫一声，跪倒在台阶下。没有请柬，擅闯者死。保镖的声音很冷，巨大的阶级壁垒在这一刻化作无法逾越的高墙。霍时宴的身份在这里什么都不是。霍时宴跪在宝格丽酒店门前冰冷的汉白玉台阶下，刺骨的寒意顺着膝盖蔓延至全身，与胸腔里翻涌的屈辱交织在一起。滚烫的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眼眶，混着漫天飘落的雪花，顺着脸颊滑落，最终滴进嘴角。那味道又苦又涩，像极了他此刻的人生。他的双手被冰冷的铁链粗糙地捆着，手腕早已被磨得通红破皮，每一次挣扎，铁链都会勒进皮肉，带来钻心的疼痛。可他浑然不觉，只是拼尽全身力气扭动着身躯，歇斯底里地冲着那扇象征着尊贵与隔阂的鎏金大门咆哮，声音嘶哑得如同破锣，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。放我进去！温和是我的女人，你们凭什么拦着我？沈燕慈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有种别躲在里面，跟我正面较量！周围的风雪越来越大，路上往来的车辆缓缓驶过，那些平日里围着他转，一口一个霍总阿谀奉承的商界老板，此刻都像逼瘟神一样远远绕开，脚步匆匆，生怕被他沾上半点关系。他们压低声音，用手挡着嘴，眼神里满是鄙夷和毫不掩饰的嘲讽。那些细碎的议论声顺着风雪飘进霍时宴的耳朵里，像一把把锋利的冰刀，一下下割着他早已千疮百孔的自尊心。那不是霍氏集团的霍总吗？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了？什么霍总啊？早就垮台了，听说欠了整整2个亿的债务，现在就是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真是自不量力。沈总的场子也敢来闹事，怕是活腻歪了，等着被收拾吧。议论声不绝于耳，霍时宴的脸涨得通红，屈辱和愤怒像火焰一样在他胸腔里燃烧。他猛地抬起头，眼神猩红，死死盯着那扇紧闭的大门，指甲因为用力而深深嵌进掌心，渗出血丝。就在他攒足力气，企图挣脱铁链，爬起来硬冲进去的时候，嗡的一声轻响，宝格丽酒店那扇厚重的鎏金大门缓缓向两侧推开，庄严而悠扬的婚礼进行曲伴随着温暖的灯光缓缓从门内转了出来，瞬间盖过了周围的风雪声和议论声。霍时宴的动作瞬间僵住，浑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。他透过门口2名身材高大的保镖身体的缝隙，死死盯住门内那条铺满鲜红玫瑰花瓣的长毯，长毯尽头是灯火璀璨的宴会厅，每一处细节都透着极致的奢华。他的呼吸骤然停滞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，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。他看到了温和，她穿着那件传闻中价值1个亿的绝版高定主纱，裙摆层层叠叠，缀满了细碎的钻石，在灯光下熠熠生辉，衬得她肌肤胜雪，身姿窈窕，头上戴着一顶镶嵌着硕大钻石的皇冠，光芒万丈，却丝毫没有掩盖她本身的清冷气质。她就那样站在红毯上，身姿挺拔，高贵的如同9天之上的神女，美得让霍时宴的灵魂都在颤栗，连呼吸都不敢大声。而站在红毯尽头，正向温和伸出手，眼神里满是虔诚与温柔的男人，正是那位在全京圈一手遮天无人敢惹的沈燕慈。轰一声巨响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霍时宴的脑海里炸开，他的世界观彻底崩塌了。那些他一直以来自我催眠的侥幸心理，温和只是在赌气，这只是他逼他低头的把戏，沈燕慈只是在帮他演戏，在这一刻被现实狠狠碾碎，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。他终于明白，这不是演戏，也不是把戏，那个被他视为附庸，随意践踏，从未放在眼里的女人，真的站在了他永远都无法触及的高度，而他早已被远远甩在了尘埃里。悔恨交织着刺骨的剧痛，瞬间淹没了霍时宴的理智。他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猛地低下头，一口狠狠咬在身边保镖的大腿上，牙齿深深嵌进对方的皮肉里。保镖吃痛，闷哼一声，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。就在这转瞬之间，霍时宴红着眼眶，像一头失控的野兽，猛地撞开身边的门童，踉跄着冲进了宴会厅，身上的铁链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，与他狼狈的模样格格不入。温和，霍时宴发出一声凄厉到变调的怒吼，瞬间震慑了全场。原本悠扬的婚礼进行曲戛然而止，全场数百名宾客瞬间鸦雀无声，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落在了突然闯入的霍时宴身上。他浑身湿透，雪花在他身上融化，衣衫紧紧贴在身上，勾勒出狼狈的轮廓。一只鞋早已不知丢在了哪里，光裸的脚踩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，冻得发紫。左手打着厚厚的石膏，脸上沾满了泥水和雪水，狼狈得像个沿街乞讨的乞丐。沈燕慈停下了伸向温和的手，缓缓转过身，狭长的眼眸微微眯起，眼底深处闪过一丝冰冷的杀机，那眼神冷得像万年寒冰，让人不寒而栗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抬了抬眼皮，一个眼神，4名隐藏在宴会厅暗处的保镖便瞬间掠出，动作迅猛如猎豹。砰！没有任何废话，
四人同时出手，死死按住霍时燕的四肢，将她狠狠按趴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，力道大的几乎要将她的骨头碾碎。霍时燕的脸颊贴着冰冷的地面，能清晰地感受到大理石的寒意，骨头发出阵阵咔咔的声响，疼得她浑身抽搐。就在这时，穿着精致伴娘服的温和闺蜜龚夏彤踩着高跟鞋从容地走下台，她拿起旁边侍者手中的麦克风，清了清嗓子，在全场金圈名流的注视下，开始了对霍时燕的处刑。声音清脆响亮，透过音响传遍了整个宴会厅。各位贵宾，让大家见笑了。龚夏彤的目光扫过地上的霍时燕，眼神里满是鄙夷。地上趴着的这个人，就是前霍氏集团的总裁霍时燕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这个看似风光的男人背地里有多龌龊。他不仅把我们家温和精心等待了半年，特意定制的婚纱抢去给他的小三林婉清走红毯，让温和在众人面前受尽屈辱，还常年靠着温和的隐形资本吸血。明明是个吃软饭的，却还要装出一副大款的模样，对温和呼来喝去，肆意践踏他的真心。更过分的是，他曾经因为温和不肯再满足他的无理要求，动用私权，把温和独自扔在零下10几度的街头，企图把他冻死。龚夏彤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重锤，狠狠砸在霍时燕的心上，将他所有的伪装都扒得干干净净，暴露在阳光之下。全场顿时响起一片哗然，紧接着便是此起彼伏的嘲笑和鄙夷声。那些目光像针一样密密麻麻地扎在霍时燕的身上，让他无地自容，恨不得当场死去。原来是个吃软饭的，真够恶心的，太渣了！这样对待真心对他的女人，现在落的这个下场都是活该。还敢来沈总的婚礼上闹事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强烈的羞辱感和悔恨感交织在一起，让霍时燕浑身颤抖。她拼命挣扎着抬起头，脸上沾满了泪水和泥水，眼神卑微到了尘埃里，冲着台上的温和哭着求饶，声音嘶哑破碎：温和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那件婚纱我还给你，我把所有的一切都还给你，我是爱你的，你相信我，求求你别嫁给他，跟我回家吧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，再也不伤害你了。温和提着厚重的婚纱裙摆，缓缓走到台阶边缘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地上狼狈不堪的霍时燕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清冷得像一潭深水。她红唇轻启，声音平淡却带着刺骨的冷漠，一字一句清晰地传入霍时燕的耳朵里：霍时燕，脏了的垃圾，我从来不回首。沈燕慈快步走上前，将温和温柔地揽入怀中，动作轻柔，与刚才的冰冷判若两人。她骨节分明的手指轻轻拿起手边果盘里的一颗核桃，只听咔嚓一声脆响，核桃被她轻易捏碎，那声音也彻底捏碎了霍时燕最后的希望。沈燕慈的目光落在地上的霍时燕身上，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，仿佛在宣判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，把她扔进臭水沟，全行业彻底封杀。从今往后，谁敢给她一口饭吃，就是与沈氏为敌。霍时燕在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和求饶声中，被2名保镖揪住头发，像拖死狗一样倒拖着向宴会厅大门走去。她的身体在冰冷的地面上摩擦，留下一道狼狈的痕迹。大门关闭的最后一秒，霍时燕瞪大着充血的双眼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亲眼目睹沈燕慈低下头，温柔地吻住了温和的唇。那温柔的模样，是她从未得到过的真实。那一刻，霍时燕的世界彻底陷入了无边的黑暗，连风雪的寒意都比不上她心底的1/1000。婚礼过后的1个月内，霍时燕的余生彻底变成了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。沈氏集团的封杀令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，笼罩了整个京圈。无论是曾经与他称兄道弟的商界伙伴，还是平日里对他阿谀奉承的下属，没有一个人敢伸出援手，甚至连多看他一眼都觉得晦气。他背负着2亿的挪用公款债务，还有数不清的合同违约金，每天都被高利贷的催收人员追得四处逃窜，惶惶不可终日。那个曾经一口一个实验哥哥，温柔体贴的林婉清，在得知霍氏集团彻底完蛋，霍时燕变得一无所有的当天晚上，就利用霍时燕对他最后的信任，偷偷转走了他私人账户里仅剩的300万，连夜买了机票，逃往了海外，再也没有了消息。临走前，他甚至还发了一条短信给霍时燕，语气里满是嘲讽和不屑：霍时燕，没钱就别装什么大款呀，你现在连个送外卖的都不如，难道还指望本小姐陪你一起讨饭吗？真是可笑。昔日不可一世、风光无限的霍总，如今变得胡子拉碴、衣衫褴褛，身上沾满了污渍，散发着一股刺鼻的馊味，早已没了半分当年的意气风发。他白天要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躲避高利贷催收人员的追杀，晚上只能蜷缩在桥洞下和野狗争抢纸壳箱取暖，有时候一整天都吃不上一口饭，只能靠捡垃圾堆里的残羹冷炙充饥。一个寒风呼啸的冬夜，气温低至零下10几度，雪花漫天飞舞。霍时燕蜷缩在一条肮脏潮湿的胡同里，身上裹着一件捡来的破棉袄，手里紧紧攥着半个发霉的馒头，那是他今天唯一的食物。就在他艰难地啃着馒头，试图抵御刺骨的寒冷时，几个身材高大、满脸横肉的催收人员找到了他。为首的光头男人脸上带着一道狰狞的刀疤，眼神凶狠。哟，这不是霍大总裁吗？光头男人一脚踹在霍时燕的胸口，用沾满泥水的皮鞋碾压他的脸。欠我们的5000万，打算什么时候还啊？没钱就拿你的器官来抵。拳打脚踢落了下来，钢管砸在骨头上的声音让人毛骨悚然。霍时燕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能抱着头发出痛苦的闷哼。寒冷
饥饿和肉体上的剧痛不断折磨着他的神经，但比这些更让他痛苦的是，每当闭上眼，脑海中就会浮现出温和曾经为他做饭的模样。如果当初他没有被自负蒙蔽双眼，如果当初他没有把温和的付出当成廉价品，现在住在那个价值数亿的庄园里，享受着万人敬仰的人，本该是他。悔恨日日夜夜啃食着他的心脏，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催收人员打断了他的一条腿后，扬长而去。霍时彦拖着残破的身躯，艰难地从血水里爬起来。他靠在肮脏的墙壁上，透过寒风，绝望地盯着远方那栋灯火辉煌的沈氏集团大楼。执念和疯狂支配了霍时彦最后的行动力。他拖着那条断腿，冒着零下10几度的暴雪，一步一步爬到了沈氏集团的地下车库出口处。他在那里不吃不喝，蹲守了3天3夜。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，他只知道他必须再见温和一面，哪怕只是一面，哪怕是让他跪下舔他的鞋底，他也愿意。终于，在第4天的傍晚，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幻影在几辆保镖车的护卫下缓缓驶出车库。霍时彦看准时机，爆发出巨大的力气，猛地冲了出去。扑通，他重重地跪在了幻影的车头前，膝盖在冰冷的柏油路面上砸出响声，刺耳的刹车声划破风雪。霍时彦跪在泥泞的雪水里，疯狂磕头，砰砰砰，额头撞击地面的声音令人胆寒，鲜血混着血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，染红了地面。温和，求求你见我一面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求你原谅我，求你给我一口饭吃吧，我快要死了。他卑微到了尘埃里。车厢内，防窥车窗缓缓降下10厘米，车内开着暖气，温和穿着名贵的孕妇装，靠在沈燕慈的怀里，他甚至连头都没有偏一下，目光平静地直视着前方飞舞的雪花。霍时彦，温和冷淡的声音顺着风雪飘出，不带一丝情感。就算你跪碎膝盖，也换不回死去的真心。你现在的样子，连做我脚底的泥都不配。话音刚落，车窗无情地升起，隔绝了2个世界。幻影的引擎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，没有绕路，直接擦着霍时彦的身体驶过。车轮碾过水坑，溅起一地的泥水，浇透了霍时彦全身。他僵硬地跪在原地，看着那辆车消失在风雪中，彻底成了一个笑话。几个月后的一个深夜，除夕夜的烟花在上京上空绽放。霍时彦蜷缩在天桥底下的破棉被里，冻得快不行了。他用冻得生疮的手指划开一部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碎屏手机，屏幕上推送着一条头条新闻：京圈首富沈燕慈喜得千金，狂掷10亿购岛赠送爱妻温和。配图里，沈燕慈正满眼疼惜地抱着一个女婴，温柔地亲吻着温和的额头。两人相视而笑，幸福的样子刺痛了霍时彦的眼睛。霍时彦死死盯着屏幕上温和那温柔的笑脸，那是他曾经唾手可得，却被他亲手扔进垃圾桶的全世界啊！他死死捂住眼睛，在黑暗和寒冷中发出了绝望凄厉的痛哭声，眼泪混着鲜血流下，结成了冰。这辈子他注定只能在无解的痛苦中为他的傲慢和愚蠢赎罪，直到死去。